总裁老公初恋在公司群里造谣我不能生育，总裁老公不澄清，还变本加厉，我反手把两人不雅照打包发群，两人全傻了。苏念按下发送键的时候，手指稳得像手术刀。公司总群成员1246人，包括集团总部所有人、各大区负责人以及他的总裁老公顾颖琛。文件传输进度条走到100%的那一秒，群里正热闹得像个菜市场。起因是10分钟前，顾颖琛的白月光初恋林婉清顶着总裁特别助理的头衔，在群里发了一段话。各位同事，借着今天公司15周年庆的机会，我想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大家都知道顾总为集团付出了多少，他是我见过最拼、最有责任感的男人。可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回到家里面对的却是一个结婚6年都生不出孩子的妻子。我不是要指责谁，只是心疼。心疼顾总每天在公司忙到深夜，回到家连一盏等他的灯都没有，连一声爸爸都听不到。下面配了一张图，是顾颖琛办公室的灯，凌晨3点还亮着。群里炸了。吃瓜这种事不分职级高低，从实习生到副总，每个人都像闻见血腥味的鲨鱼。最开始还有人假惺惺的劝林柱是不是喝多了赶紧撤回，但林婉清回了一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问心无愧，消息瞬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天啊，顾总老婆不能生，这也太惨了吧！难怪顾总从来不提家里的事，原来是家丑不可外扬。说句不好听的，不能下蛋的母鸡占着窝干什么？顾总这种男人值得更好的。楼上你话说的难听，但理是这个理，没有孩子的婚姻就是一盘散沙。心疼顾总+1，心疼顾总+10086。苏念坐在集团15楼的小会议室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表情淡淡的，像在看别人的热闹。会议室门没关严，走廊里传来窃窃私语，是行政部几个小姑娘压低了声音在议论。你说苏经理看到群消息了吗？他今天好像来公司了。看到了又能怎样？林柱说的又不是假话，他确实结婚6年没生孩子啊。可这种事拿到公司群里说，也太那个了吧？林柱跟顾总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人家可是顾总的救命恩人，当年顾总出车祸是林柱输血救回来的，俩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要不是苏念横插一脚，人家早就在一起了。苏念听到这里，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凉的，有点苦。他跟顾颖琛结婚6年，这些闲话他听了6年。起初他还会辩解，后来发现辩解没有用，因为那个本该替他挡风遮雨的男人从来不会站出来替他说一个字。手机又震了一下，是群里有人@了他。林婉清像是嫌热闹不够大，直接圈了他，苏念，苏经理，我知道你在群里。我说这些没有恶意，只是希望大家能多体谅体谅顾总。你也别往心里去，身体的问题可以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实在不行还可以做试管吗？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的话，也不要耽误别人，对吧？这段话看起来温温柔柔，字里行间却全是刀子。翻译过来就是，你苏念占着总裁夫人的位置6年，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识相的就赶紧让位。群里安静了大概30秒，所有人都在等苏念的回应。苏念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放下杯子，开始打字。他没有回复林婉清，而是直接往群里发了一个压缩文件，文件名就2个字，存档。文件发出去之后，他紧跟着发了一句话，林柱，你刚才说心疼顾总办公室的灯亮到凌晨3点，确实挺辛苦的，我帮大家还原一下那天晚上的完整画面，让大家看看顾总到底在办公室忙什么。群里有人手快，秒下载了解压，然后群里就彻底安静了。长达2分钟的沉默之后，一条消息弹了出来，卧槽！这2个字像一颗深水炸弹，把整个群炸得翻天覆地。解压出来的文件是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的时间正是林婉清拍办公室灯光那晚的凌晨3点，地点是顾颖琛的总裁办公室。
视频里，林婉清穿着一件吊带短裙坐在顾颖琛腿上，两人正吻得难舍难分，顾颖琛的手已经从她腰上滑到了更隐秘的位置。画面清晰度极高，连顾颖琛脖子上被林婉清作出的红印都看得一清二楚。更要命的是，这段视频是带声音的。景琛，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你每次都这么说，你是不是根本舍不得他？你是不是还爱他？爱什么爱？一个不会下蛋的女人，我留着她干什么？只是财产分割比较麻烦，你放心，属于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群彻底疯了，消息刷屏的速度快到根本来不及看，满屏都是惊叹号和问号，以及各种各样不可描述的感慨。有人截图，有人录屏，有人悄悄把视频转发到了其他群。短短几分钟之内，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到了整个商业圈子。而此时此刻，苏念坐在小会议室里，看着手机屏幕上疯狂跳动的消息提示，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这只是开始。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原本聚在一起吃瓜的几个行政部小姑娘看见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手里的咖啡差点泼了一身，慌慌张张的四散而去。苏念踩着高跟鞋，不紧不慢地走向电梯。路过前台的时候，前台小姑娘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苏经理，声音都在发抖。苏念冲她笑了笑，笑容温和又得体，别慌，跟你没关系。电梯门打开，他走了进去。门合上的一瞬间，手机响了，来电显示3个字，顾颖琛。苏念看了一眼，没接。电话断了又响，响了又断，反复打了7、8遍之后，终于不再响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微信消息，来自顾颖琛，只有简短的4个字，你疯了吗？苏念靠在电梯壁上，不紧不慢地回了一条，疯？我只是发了段监控而已。怎么，你做得出来？我看不得。消息发出去之后，对面沉默了很久，久到苏念以为他不会再回了。电梯到了1楼，门打开，他刚要迈出去，手机又震了一下。顾颖琛发来了一段语音，声音低沉压抑，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段监控是集团内部机密文件，你私自调取传播，已经触犯了法律。我要是追究起来，你吃不了兜着走。现在，立刻，马上，把群里的文件撤回。苏念听完这段语音，笑出了声。他站在1楼大堂的正中央，头顶是顾氏集团巨大的水晶吊灯，脚底是光可见人的大理石地面。6年了，他在这个地方工作了6年，从最基层的行政专员做到了市场部经理，每一步都是自己拼出来的。可所有人提到他的时候，永远只会说他是顾总的夫人，好像他的一切都是靠睡上去的。而现在，他的总裁老公为了维护他的白月光初恋，要拿法律来威胁他。苏念不紧不慢地打字回复，顾颖琛，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什么？你办公室里的监控系统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私人安保系统，安装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我的名字，所有监控数据直接上传到我的私人云端服务器。你猜猜，我有权调取的内部机密文件到底有多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顾颖琛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这回苏念接了。苏念，你到底想干什么？电话那头，顾颖琛的声音压得很低，显然是在一个不方便大声说话的地方，但他的怒气几乎要从听筒里溢出来。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对公司影响有多大？婉清是我救命恩人，你这样公开羞辱他，你还是人吗？苏念握着手机，语气平静的像在汇报工作。顾颖琛，你搞错了2件事。第一，羞辱他的人不是我，是他自己。他要在千人公司群里公然羞辱我不能生育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自己会被羞辱？第二，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笑意，你确定他真是你的救命恩人？电话那头猛地安静了下来。什么意思？顾颖琛的声音变了，从愤怒变成了警惕，
还掺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苏念没有回答，直接挂断了电话。他走出顾氏集团的大楼，阳光洒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他抬起手挡住刺眼的光线，嘴角的笑容慢慢加深。手机又响了，这次不是顾颖琛，而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苏念看了一眼，接了起来。苏小姐，您让我们查的东西有结果了。对面是一个低沉的男声，专业而简洁。6年前顾颖琛车祸那晚的血型配对记录，我们已经拿到了原件。给您输血的不是林婉清，是医院血库的备用血。他只是恰好跟您一样是 O 型血，被护士抽了一管做交叉配型，实际上根本没用到。另外，对面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另外什么？苏念问。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关于顾颖琛父母当年意外去世的事情，可能跟您父母的死有直接关联。苏念站在路边，车流从他面前呼啸而过，带起的气流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握着手机的指节微微发白。发给我，他说，全部。挂断电话之后，苏念打开微信，看了一眼公司群。群消息已经刷到了999家，最新的一条是群主发的全员禁言公告，但为时已晚，该截图的早就截图了，该转发的也早就转发出去了。社交平台上甚至已经开始有人讨论这件事，话题标签井号顾氏集团总裁出轨，井号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苏念退出了群聊，他知道暴风雨才刚刚开始。林婉清只不过是一颗自爆的棋子，而他要动的是整个顾家。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他的私人邮箱收到了新邮件，发件人正是刚才通话的那个号码，邮件标题只有2个字，真相。苏念点开邮件，第一页是一份6年前的医院输血记录扫描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患者顾颖琛，输血类型为库存 O 型红细胞悬液，供血者为市中心血站，与林婉清无任何关系。他往下滑动，第2页是一份泛黄的事故调查报告，日期是25年前。报告抬头上写着顾氏建材厂坍塌事故调查记录，事故死亡名单里有2个名字，苏建国、赵秀兰，那是他的父母。而事故责任方那一栏里牵着另一个名字，顾长海，顾颖琛的父亲。苏念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都开始发酸。他缓缓靠在路边的梧桐树上，树叶的影子斑斑驳驳地落在他脸上，明明暗暗的，像他此刻翻涌不定的心绪。她嫁给顾颖琛6年，从来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死跟顾家有关。6年前顾颖琛追她的时候，她刚研究生毕业，年轻、漂亮、有能力，追求者能从城东排到城西。顾颖琛不是条件最好的那个，但绝对是最用心的那个。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的时候等在楼下，会记住他随口说过想吃的每一家餐厅，会因为他一句胃不舒服连夜开车去买药。他那时候觉得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他。现在回过头去想，那些所谓的用心，每一步都像是精心设计的剧本。苏念收起手机，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他报了一个地址，是城西的一片老工业区，现在已经改造成了文创园。25年前，那里是顾氏建材厂的旧址，他的父母就是在那里的坍塌事故中丧生的。他要去看看。出租车驶过繁华的市中心，穿过高架桥，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厂房和烟囱。苏念靠着车窗，脑子里乱成一团。6年前，顾颖琛出车祸，林婉清输血救命，从此以救命恩人的身份光明正大地插足他的婚姻。顾颖琛对林婉清言听计从，对内对外都是一句他救过我的命，好像这4个字就能解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可如果输血记录是假的，那车祸呢？苏念猛地坐直了身体。他想起一个细节，6年前顾颖琛车祸那天，他原本是要跟他一起出门的，但临出门前，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客户，约他立刻见面谈一个紧急项目。他赶去了约定地点，对方却没有出现，他白白等了2个小时，回到家才知道顾颖琛出了车祸。当时他只顾着担心顾颖琛的伤势，没有多想。现在回忆起来，那个电话来得太巧了，巧到像是故意要把他从顾颖琛身边支开。而出车祸的地点是郊区一条几乎没有车辆经过的断头路。顾颖琛那天的行程他后来问过，他的秘书说他临时接到林婉清的电话，说有事要跟他当面谈，约在了郊区的一个会所。顾颖琛独自开车前往，结果在半路上被一辆失控的货车迎面撞上。林婉清约他，他就去了，然后出了车祸。然后林婉清恰好出现在医院，恰好是 O 型血，恰好救了他的命。这一连串的恰好，现在看来每一个都透着阴谋的味道。姑娘，到了。司机的声音把苏念从思绪中拉了回来。他付了车费下车，面前是一片改造过的文创园区，红砖厂房上画满了涂鸦，咖啡馆和设计师店铺鳞次栉比。只有最深处那栋楼没有改造，保留了原来的样子，灰色的水泥墙面斑驳剥落，门口挂着一块铜牌，顾氏建材厂旧址，建于1985年，1998年因安全事故关闭。25年了。苏念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走了进去。厂房内部已经搬空了，只剩下巨大的混凝土柱子和头顶纵横交错的钢梁。阳光从破碎的天窗倾泻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灰尘和铁锈的味道。他走到厂房中央，闭上眼睛。那一年他4岁，记忆已经模糊了，只剩下一些零碎的片段。爸爸粗糙的大手把他举过头顶的触感，妈妈身上淡淡的洗衣粉味道，还有一个下雨天，有人敲开了家里的门，奶奶瘫坐在地上的哭声。他一直以为那只是一场意外，直到今天，私家侦探发来的调查报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一行字：顾氏建材厂坍塌事故系建筑材料偷工减料导致。事故发生后，顾长海通过不正当手段篡改了调查报告，将责任推给已死亡的一线工人，逃避了刑事责任。那个被推出去顶罪的一线工人就是他的父亲苏建国。苏念睁开眼睛，眼底的泪意被他死死地压了回去。他从包里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审计，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然后一个清冷的男声响起，说：我要顾氏集团过去10年所有的财务数据和工程合同，合法的、不合法的，我全都要。你确定？审计的声音里多了一丝玩味，那些东西要是拿出来，顾家就不只是丢脸的问题了，你老公可能要去坐牢。苏念看着头顶破碎的天窗，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不是我老公了。行。审计笑了一声，3天之内发你邮箱。不过苏念，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动手之前让我请你吃顿饭，就当是庆祝你终于醒了。苏念挂了电话，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审计是他研究生时期的学长，毕业后做了商业律师，手底下有一个专门做尽职调查的团队，在业内以手段凌厉、挖料精准著称。3年前，审计就提醒过他，说顾氏集团的账目有问题，让他小心。那时候他不信，还因为这件事跟审计吵了一架，两人闹得很不愉快，之后几乎断了联系。现在他想起来，审计当时看他的眼神，大概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手机震了一下，是审计发来的消息，地址发你了，明晚7点，不见不散。顺便说一句，你今天在群里发的那段监控，干得漂亮。我在好几个群里都看到了，顾颖琛的脸算是丢到太平洋了。苏念回了一个字，好。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废墟，转身离开。高跟鞋踩在碎砖和瓦砾上，发出清脆的回响，在空旷的厂房里久久回荡。走出文创园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她婆婆顾颖琛的母亲赵美华。
苏念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电话刚一接通，赵美华尖锐的声音就劈头盖脸的砸了过来。苏念，你是不是疯了？你把那种东西发到公司群里，你让景琛以后怎么做人？你让我们顾家的脸往哪搁？你自己生不出孩子就算了，还要毁了我儿子的前程，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歹毒？苏念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那头的咆哮告一段落，才不紧不慢的开口，妈，您先别急着骂我，我问您一件事，你还有脸叫我妈？我问你，25年前顾氏建材厂坍塌事故，您知情吗？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停顿，而是一种被掐住喉咙的窒息感。苏念几乎能想象出赵美华此刻的表情，先是震惊，然后是恐慌，最后是拼命掩饰的慌乱。你在说什么？什么建材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赵美华的声音明显虚了下去，连语速都变了。苏念笑了，笑得温柔又残忍，不知道没关系，很快您就知道了。对了，帮我转告顾颖琛一声，让他最近多吃点好的，因为以后可能就吃不到了。说完他挂了电话，顺手把赵美华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做完这一切，苏念站在文创园门口，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入远处的天际线。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浓烈的橘红色，像一场大火，要把所有肮脏的东西都烧干净。他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是银行发来的短信，您的账户于16点32分存入人民币130万点00元，余额132万7654.32元。这是他今天下午在发监控视频之前，把自己名下所有与顾家有关的资产全部清算了。股票、基金、理财，6年来顾家给他的所有东西，他全部折现，一分不剩的转进了自己的私人账户。紧跟着又是一条短信，是房产中介发来的，苏女士，您委托出售的湖畔花园别墅已找到意向买家，报价3200万，是否接受？苏念回了一个字，卖。湖畔花园别墅是顾颖琛父母送给他们的婚房，房产证上写的是苏念和顾颖琛2个人的名字。按照法律规定，他有权处置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至于顾颖琛那一半怎么处理，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不过以他对顾颖琛的了解，那套别墅他多半舍不得卖，毕竟那是他父母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财产之一。可惜从今天开始，他舍不舍得都不重要了。出租车在回家的路上堵了半个小时，苏念到小区楼下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跟顾颖琛住的高层公寓是顾氏集团开发的楼盘，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户型，360度无遮挡的城市景观。当初搬进来的时候，他以为这里会是他的家，是他跟顾颖琛一起变老的地方。现在他站在楼下抬头看，27楼的灯亮着，顾颖琛应该在家。苏念深吸一口气，走进了电梯。电梯一路上行，数字跳动的时候，他的心跳反而越来越平静。该来的总会来，该算的账一笔都不会少。电梯门打开，他走到自家门口，指纹解锁，门开了。客厅里的景象跟他预想的差不多，顾颖琛坐在沙发上，脸色铁青，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威士忌。林婉清也在，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看到苏念进门，林婉清疼得站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就骂，苏念你不要脸，你凭什么把监控发出去？你知不知道现在全网都在骂我？我的手机都被打爆了。苏念换了拖鞋，慢悠悠地走进客厅，把自己窝进单人沙发里，翘起二郎腿，姿态闲适的像是在看一场跟自己无关的闹剧。你骂我不要脸？他歪着头看林婉清，语气里带着真诚的困惑。你在我老公办公室里穿着吊带短裙坐他腿上的时候，你的脸在哪？哦不对，是我说错了，是在他腿上。林婉清的脸一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气得浑身发抖，转身扑到顾颖琛身边，抓着他的胳膊摇晃，景琛你看他，你倒是说话啊。顾颖琛放下酒杯，
抬头看向苏念。他的眼眶微红，不知道是因为酒意还是愤怒，声音沙哑的厉害。苏念，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监控的事我可以不追究，你把原件交出来，这件事到此为止。你跟我好好过日子，你还是顾太太，一切都不会变。苏念看着他，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荒诞的悲凉。结婚6年，他一直以为这个男人至少对他有过真心。可到了这个时候，他说的不是对不起，不是我错了，而是到此为止和一切都不会变。他想把这件事压下去，想继续维持表面的体面，想让他继续做那个乖巧懂事、不会反抗的顾太太。可他不是了。顾颖琛，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苏念身体前倾，双手交叠搭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不是你要不要追究我的问题，是我要不要放过你的问题。顾颖琛愣了一下，随即冷笑，你放过我？你拿什么放过我？就凭一段监控视频。苏念，你是不是忘了，顾氏集团的律师团有30多个人，随便拎出来一个都能让你把牢底坐穿。苏念也笑了，他从包里拿出手机，翻到那封邮件，把屏幕转向顾颖琛。那你看看这个，够不够让顾氏集团的律师团集体辞职？顾颖琛眯起眼睛看向屏幕，几秒钟后，他的脸色变了，先是变白，然后是发青，最后变成了一种接近于死灰的颜色。你从哪里弄到的？他的声音在颤抖，手也在颤抖，威士忌从杯子里洒了出来，滴在他的裤子上，他浑然不觉。苏念收回手机，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25年前，你父亲顾长海为了节约成本，在建材厂工程中使用劣质钢材，导致厂房坍塌，造成11人死亡，23人受伤。我的父母苏建国、赵秀兰是那场事故的遇难者。事故发生后，顾长海买通了调查组成员，篡改调查报告，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我父亲身上，说是因为他操作不当导致事故。我父亲背了25年的黑锅，而你们顾家踩着他的尸骨，把生意越做越大，成了这座城市的龙头企业。他每说一个字，顾颖琛的脸就白一分。林婉清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显然他也不知道这段往事。所以，顾颖琛，苏念弯下腰，凑近他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你父亲害死了我的父母，你用6年婚姻羞辱了我的人生，你的初恋在公司群里公开造谣我不能生育，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放过你？客厅里安静的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良久，顾颖琛开口了，声音干涩的像砂纸摩擦，这件事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7岁，我爸做的事跟我没关系。你说的对，苏念直起身子，点了点头，你爸做的事跟你确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话锋一转，眼神骤然凌厉起来，你接手顾氏集团8年，这8年里你做的那些事，跟你爸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顾颖琛猛地抬起头，瞳孔骤缩。苏念掰着手指头，一件一件的数，虚假财报、偷税漏税、商业贿赂、违规招投标，还有城东那块地皮拆迁时的暴力强拆，南郊化工厂的非法排污，去年滨江项目的工程质量造假。顾颖琛，你要不要我继续说下去？你怎么会知道这些？顾颖琛猛地站起来，酒瓶被他带倒，摔在地毯上，琥珀色的液体阴湿了一大片。他的表情已经从恐慌变成了恐惧，看苏念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这些事是他埋在集团最深处的秘密，连他最信任的心腹都只知道其中的1、2件。苏念一个市场部经理，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苏念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从包里掏出一个 U 盘，放在茶几上。这里面是过去6年里，你用夫妻共同财产给林婉清转账的全部记录，一共327笔，总额1860万。还有你以林婉清母亲名义购买的2套房产、1辆保时捷，以及你给他弟弟开的那个空壳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和银行流水。林婉清的脸刷得白了，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婚姻法第47条，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苏念背法条的语气就像在念菜谱，平和而流畅，加上你婚内出轨的实证，顾颖琛，你觉得离婚官司打下来，你能剩下什么？顾颖琛死死地盯着茶几上的 U 盘，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苏念转身走向卧室，路过林婉清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对了，林柱，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他偏过头，看着林婉清惨白的脸，微微一笑，你6年前给顾颖琛输血救命的事，我已经拿到了医院的原始记录。那晚给他输的血来自中心血站的血库，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至于为什么护士会抽你一管血，是因为你自己冲上去说你是 O 型血要献血，医院按流程给你做了交叉配型，但你的血根本没用上。林婉清的身体晃了晃，像是被人抽去了所有力气，踉跄着扶住了沙发靠背，才没有摔倒。不可能，你胡说，你一定是伪造的证据。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显得格外虚弱。苏念笑了笑，没有再理他，径直走进了卧室。他打开衣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挂着他的衣服，大部分都是他自己买的。顾颖琛送他的那些奢侈品牌，他几乎没怎么穿过。他拿出一个行李箱，挑了几件常穿的衣服叠好放进去，又把床头柜里的一份文件拿了出来。那是一份离婚协议书，他在3个月前就拟好了，只是一直没有拿出来。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而是因为时机未到。他要等到所有的证据都收集齐全，等到对手自己把弱点暴露出来，再一击必杀。今天林婉清在群里造谣他不能生育，反而成了他动手的最佳催化剂。苏念把离婚协议翻到最后一页，上面他已经签好了名字，按好了手印。他拿着协议走出卧室，把文件放在茶几上，推到顾颖琛面前。签了它，他说。顾颖琛低头看着那份协议，瞳孔猛地一缩。协议的财产分割条款写得清清楚楚，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苏念所有，顾颖琛需在1个月内支付苏念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万元整。你疯了！顾颖琛把协议狠狠地摔在地上，你休想！苏念弯腰把协议捡起来，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重新放回茶几上。他的动作不紧不慢，甚至带着一种近乎优雅的从容，跟顾颖琛的气急败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可以不签，他说，明天一早，我邮箱里的所有材料会同时发送给税务局、住建局、环保局、市场监管总局以及3家全国性媒体的调查记者。审计你还记得吧？他帮我联系了国内最好的商业犯罪律师团队，你的那些光辉事迹，每一条都够判3年以上。数罪并罚的话，他歪着头想了想，像是再心算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然后灿然一笑，保守估计20年起步吧。顾颖琛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褪尽了。林婉清在一旁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她瘫坐在沙发上，眼神涣散，嘴唇翕动着，像是在念叨什么，但听不清内容。苏念拖着行李箱走向门口，路过玄关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住了6年的地方。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照片里的他穿着白纱，笑得眉眼弯弯，身边的顾颖琛西装革履，英俊挺拔。那时候他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现在再看那张照片，只觉得讽刺。顾颖琛，他喊她的名字。他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机不可察的期待，大概以为他要心软了。苏念冲他笑了笑，笑容明亮而决绝。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结婚第2年，我去做过全面检查，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生育功能一切正常。顾颖琛愣住了。真正不能生的人，苏念的目光越过他，落在沙发上脸色煞白的林婉清身上。是你身边那个女人。林婉清猛地抬头，瞳孔剧烈收缩，
嘴唇抖得厉害，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3年前，他在一场宫外孕手术中切除了双侧输卵管，从此彻底丧失了自然受孕的能力。手术记录在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档案室，编号 F20180742，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查。苏念的声音平静得近乎冷酷，所以他在群里造谣我不能生育，不过是在倒打一耙而已。他自己生不了，就恨不得让全世界都以为我也生不了。顾颖琛猛地转头看向林婉清，目光里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和质问。林婉清拼命摇头，眼泪夺眶而出，但他说不出任何辩解的话，因为他知道苏念说的是真的。顺便说一句，那场宫外孕手术的签字人是你，顾颖琛。家属签字那一栏签的是你的名字。苏念拉开门，最后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所以你们俩，一个不能生，一个明知道对方不能生还帮着造谣别人，真是天生一对。门在身后合上的那一刻，苏念听到里面传来顾颖琛暴怒的吼声和林婉清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声音透过厚重的防盗门传出来，闷闷的，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的回响。他没有回头。电梯门打开又合上，数字从27一路往下跳动。镜面电梯里映出他的脸，妆容精致，表情平静，眼眶微红，但没有泪痕。6年婚姻，他哭过太多次了，眼泪早就流干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为这个男人掉一滴眼泪。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一阵夜风吹来，带着初秋微凉的气息。苏念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肺腑之间前所未有的通透舒畅。手机响了，是审计。我刚看到顾颖琛把公司群解散了，然后又建了一个新群，把所有高管都拉了进去，唯独没拉你。审计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你老公的动作倒是挺快。他在做危机公关。苏念说，按照他的性格，接下来应该会让法务部给所有员工发保密协议，要求大家删除视频，不准外传。有用吗？视频早就传遍全网了。我刚刷了一下社交平台，热搜第7了。苏念笑了一声，没说话。对了，审计的语气突然变得正经起来，你要的东西我团队已经在整理了，3天之内给你。但我得提醒你一句，顾氏集团的体量不小，背后牵扯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你一旦把这些东西捅出去，得罪的可不止顾家一家。你想清楚了吗？苏念站在路灯下，抬头看着头顶那盏橘黄色的光。一只飞蛾正绕着灯泡不知疲倦的盘旋，翅膀扑棱扑棱地撞击着玻璃罩，发出细微而固执的声响。我想得很清楚。他说，6年前我嫁给顾颖琛的时候，我以为我找到了归宿。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归宿，是牢笼。我花了6年时间才从里面走出来，不会再回去了。审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行，那我陪你。明天晚上7点，不见不散。苏念挂了电话，拖着行李箱走向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里，他想了想，报了大学城附近的一个地址。他在那里有一套小公寓，是婚前用自己的积蓄买的，挂在母亲名下，连顾颖琛都不知道。6年来他一直保留着那套房子，冥冥之中像是早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出租车驶过灯火辉煌的城市夜景，车载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女生慵懒地唱着，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苏念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离开那个牢笼的第一步，他已经迈出来了，但真正的复仇才刚刚开始。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霓虹，轻声说了句话，声音被晚风吹散，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爸妈，女儿不孝，让你们等了25年。现在我要让顾家血债血偿。出租车拐过一个路口，消失在城市的车流中。而此刻，27楼的公寓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顾颖琛把客厅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林婉清缩在沙发角落里，脸上有一个鲜红的巴掌印，眼泪把精致的妆容冲得一塌糊涂。她从来没有见过顾影琛发这么大的火，这个男人在她面前从来都是温文尔雅的，哪怕最生气的时候也不过是沉着脸不说话。而现在，他像一头暴怒的野兽，红着眼睛，把茶几上的酒杯、花瓶、摆件一样一样的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溅得到处都是。你他妈骗了我6年！顾影琛指着林婉清，声音嘶哑的几乎变了调，输血的事是假的，连怀孕的事也是假的。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林婉清哭着摇头，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那场宫外孕手术确实是顾影琛签的字，但当时他骗他说只是普通的囊肿切除，他信了，看都没看手术同意书就签了名。现在苏念把这件事翻出来，他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顾影琛砸完了所有能砸的东西，喘着粗气站在客厅中央，脚下全是碎玻璃和木屑。他的手机不停地响，是公司高管一个接一个的打来，他一个都没接。最后他拿起手机，没有看来电显示，直接按了接听。顾总，电话那头是公司法务部总监焦急的声音，不好了，网上已经开始有人扒集团以前的事了。刚才有一个自称是城东拆迁户的人发了长文，说当年我们家暴力强拆，把他父亲的腿打断了。下面的评论已经过了3万，转发量还在涨。公关部的电话被打爆了，10几个媒体记者堵在公司门口要采访，您快想想办法吧。顾影琛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做了8年顾氏集团的总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是商业竞争，不是市场波动，而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放在眼里的女人，在他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刀。更可怕的是，苏念手里到底还有多少东西？他说的那些关于偷税漏税、虚假财报、违规招投标的事，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他背后站着谁？审计？还是另有其人？顾影琛想起苏念临走时说的那句话，我要让顾家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这4个字让他脊背发凉。25年前那场事故，他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小时候他问过母亲，为什么爷爷突然把公司交给了父亲，母亲只是含糊地说出了点事情，跟你没关系。长大以后，他隐约听说建材厂出过人命，但父亲从来不准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所有的相关资料都销毁了，连那家建材厂都被关闭改造，变成了现在的文创园。他以为这件事早就过去了，以为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记得。可是苏念记得，他不仅记得，他还用了6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接近他，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然后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一刀捅进他的心脏。顾影琛突然打了个寒战，苏念嫁给他，到底是因为爱他，还是为了复仇？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一条毒蛇缠住了他的心脏，越收越紧，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回忆起6年前第一次见到苏念的场景，是在一个商务酒会上。她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连衣裙，站在角落里端着一杯香槟，身边围了3、4个人在搭讪，她只是礼貌地笑着，眼神淡淡的，带着一种疏离的优雅。是他主动上去搭话的，是他主动追求她的，是他一开始对她爱答不理的。如果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呢？顾影琛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3声之后，对面接了起来，是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什么事？爸，顾影琛艰难地开口，苏念他知道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顾影琛以为信号断了。然后顾长海的声音再次响起，冰冷而沉稳，没有丝毫慌乱。他知道多少？全部。建材厂的事，他父母的事，还有报告的事，他全都知道了。顾影琛的声音不自觉地发抖，爸，我们现在怎么办？他手里有很多东西，公司的事他也……慌什么？顾长海打断了他，声音里带着一种久经风浪的笃定，一个丫头片子，翻不了天。
当年他爹都斗不过我，他能把我怎么样？你现在给公司法务部打电话，让他们出一份律师函，告他侵犯隐私、诽谤名誉，同时找人把网上的消息压下去，该删的删，该封的封，其他的事我来处理。顾颖琛张了张嘴，想说苏念手里的东西远不止一段视频那么简单，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在顾长海眼里，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摆不平的事。可这一次不一样，苏念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的命，他们全家的命。挂了电话，顾颖琛看着满地的狼藉，突然觉得很累。他瘫坐在沙发上，脑袋仰靠着靠背，闭上了眼睛。林婉清还在角落里低声抽泣，那声音像蚊子一样嗡嗡地响着，让人心烦意乱。你走吧，他说，声音疲惫的没有一丝力气。林婉清愣了一下，哭声戛然而止。你说什么？我说你走。顾颖琛睁开眼睛，目光冷冷地扫过他，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看到你。林婉清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但对上顾颖琛那双没有温度的眼睛，所有的话都噎在了喉咙里。她抓起自己的包，跌跌撞撞地跑向门口，拉开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顾颖琛已经重新闭上了眼睛，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门重重地关上了，公寓里只剩下顾颖琛一个人和满地的碎玻璃。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盏他亲自挑选的水晶吊灯。这盏灯是苏念喜欢的，他说灯的光线很温柔，像月光。搬进来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客厅的地毯上，苏念枕着他的手臂，指着吊灯说，景琛，以后我们有了孩子，就告诉他，爸爸为了妈妈专门定制了这盏灯，因为妈妈喜欢月亮。那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好，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喜欢的。现在想起来，那大概是苏念最后一次真心实意的对他笑。顾颖琛从沙发上坐起来，目光落在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上。协议被摔在地上沾了酒渍，但签名栏里苏念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见，娟秀的字体，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像是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他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拿起协议，慢慢的，一页一页的翻看。条款写得很专业，显然是律师的手笔，每一条都精准地卡在法律的底线上，既不给他留退路，又让他挑不出任何毛病。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条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条款，双方确认，本协议签署后，甲方苏念不得就婚姻存续期间已掌握之信息另行追究乙方顾颖琛的相关法律责任。这是一条陷阱，看起来是在保护他，实际上是在试探他。如果他签了，就等于承认自己确实做了那些事，如果他不签，苏念就会把那些材料全部捅出去。无论怎么选，他都是输。顾颖琛把协议扔回茶几上，苦笑了一声。他拿起手机，看到苏念的微信头像，一朵白色的栀子花已经从他的聊天列表里消失了。他把它删了。他试着给他打电话，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他被拉黑了。顾颖琛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抖。窗外的城市夜景依然璀璨繁华，27楼的高度足以俯瞰大半个城市的灯火。曾经他站在这里，踌躇满志，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而现在，他只觉得脚下的一切都在崩塌。手机又响了，是一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他点开一看，瞳孔猛地收缩。短信只有一行字，顾总，苏念小姐的私人侦探今天下午调取了6年前您车祸地点的市政监控记录。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您一下。顾颖琛的血一瞬间冷了。6年前那场车祸，市政监控。那场车祸发生的地点是郊区一条断头路，当时警方调查结论是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司机当场死亡，死无对证。但如果苏念调到了市政监控，那他一定能看到，那辆货车在撞向他之前，在路边停了整整40分钟，
他在等他。那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顾影琛的手指开始剧烈的颤抖。他想起车祸发生前的一个细节，林婉清约他去郊区会所，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他。他开车前往，在断头路上被货车迎面撞上。昏迷之前，他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林婉清的脸出现在车窗外面，他的表情不是惊慌，而是一种奇怪的、近乎兴奋的期待。他当时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表情让他毛骨悚然。如果那场车祸是林婉清策划的，那他后来的输血救命就是整个骗局的一部分。他用这场自导自演的车祸，把自己包装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从此顺理成章地进入他的生活，成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而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顾影琛猛地站起来，顾不上满地的碎玻璃，光着脚踩在上面，脚底被划破了也不觉得疼。他抓起车钥匙冲出门去，他要找到林婉清，他要问清楚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电梯下行的时候，他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公司法务部总监发来的消息，顾总，税务局的人来了，说要调取集团最近5年的全部账目。带队的是稽查局局长本人，态度很强硬，说是接到了实名举报。实名举报。顾影琛靠在电梯壁上，闭上了眼睛。苏念的动作比他想象的快得多。他不是在虚张声势，他是真的要把整个顾家连根拔起。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真正可怕的东西，苏念还没有拿出来。电梯到了地下车库，顾影琛刚要迈出去，手机屏幕又亮了。这次是一条彩信，发件人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号码归属地显示为未知。他点开彩信，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份泛黄的合同，纸张已经发黄变脆，边缘有明显的重铸痕迹，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合同的抬头写着顾氏建材厂钢结构工程分包合同，甲方是顾氏建材厂，代表人签名是顾长海，乙方是一家叫做建安钢构的公司，代表人签名是苏建国。合同的最后附加条款里有一行手写的字，笔迹与苏建国的签名完全一致。甲方承诺提供之钢材型号为 Q345B， 如因钢材质量问题导致安全事故，甲方承担全部责任。这行字的右下角按着一个鲜红的手印，颜色已经变成了暗褐色。在合同底部还有另一行字，是另一种笔迹，潦草而急促地写着，实际使用钢材为 Q235， 降标事宜已与甲方确认，乙方仅负责安装，不对钢材质量负责。这行字旁边同样按着一个手印。顾影琛盯着这张照片，浑身的血液像是被冻住了一样。Q235 钢的屈服强度远低于 Q345B， 用在厂房钢结构上根本达不到安全标准。他父亲不仅偷工减料，还在合同上做了手脚。苏建国那份合同上写的是 Q345B， 而实际使用的却是 Q235。更致命的是，这份合同证明了苏建国在施工前就已经对钢材质量提出了质疑，并且明确写下了免责声明。这说明事故责任根本不在苏建国身上，他不仅不是肇事者，反而是试图阻止事故发生的那个。而顾长海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让他背了25年的黑锅，还让他的女儿嫁给了仇人的儿子。顾影琛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他想把这张照片删掉，但理智告诉他删掉也没有用，苏念手里有原件。这张照片只是他发给他的一道开胃菜，他要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一切。他的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未知号码。这次不是彩信，是一条文字消息。顾影琛，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明天早上8点，准时查收邮件。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更大的惊喜。晚安。没有署名，但他知道是谁。顾影琛攥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他站在空荡荡的地下车库里，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头顶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嗡嗡地响着，像某种不祥的预兆。
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叫做恐惧的情绪。不是因为苏念手里的证据，那些东西最多让他坐牢，他有最好的律师团队，大不了就是打官司，拖上3年5年也不一定有结果。他恐惧的是另外一件事。6年前苏念嫁给他的时候，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事？如果他知道，那这6年的婚姻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而他从头到尾都在演戏。如果他不知道，那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在结婚后才发现真相的吗？那他这6年来每天睡在他身边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让他不寒而栗。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根本不了解苏念，他对这个做了他6年妻子的女人一无所知。地下车库的灯光闪了一下，发出滋啦一声轻响。顾影琛猛地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他跌跌撞撞地走向自己的车，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一脚油门冲出了车库。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他必须找到林婉清，必须问清楚6年前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子冲上深夜空旷的街道，路灯的光一道一道地掠过车窗，在他的脸上投下明暗交替的光影。收音机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正放着一首老歌，沙哑的女声在唱，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顾影琛猛地关掉了收音机。车厢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只剩下引擎的轰鸣声和轮胎碾压路面的摩擦声。他死死盯着前方的路，脑子里却全是苏念离开时的那个笑容，明亮、决绝，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意。那个笑容像一把刀，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脏，拔不出来。而此刻的苏念已经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大学城旁边那套小公寓。房子不大，一室一厅，50几个平方，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每个月都会请人来打扫一次，冰箱里常年备着矿泉水和速冻食品，随时可以入住。他换了拖鞋，把行李箱推到卧室角落，然后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11楼的视野虽然比不上那套高层公寓，但也能看到远处城市的灯火和天际线。夜风吹进来，带着初秋桂花的甜香，好闻极了。苏念深深吸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消息提示，微信、短信、邮件、社交平台私信，各种渠道的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他大致扫了一眼，有骂他的，有力挺他的，有采访请求，有商务合作，还有几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恐吓信息，大意是让他小心点。他把恐吓信息截图存证，然后群发给了一个备注为张律师的联系人，附带一句话：新证据，帮我归档。做完这一切，他点开了审计发来的消息。审计，热搜冲到第4了，你前夫公司的股价明天开盘至少跌5个点。另外，我刚才收到消息，税务局今晚已经去顾氏集团调账了，效率比我想象的快。苏念回了一条，不是我举报的。审计秒回，苏念，我说了，税务局不是我举报的。我今天只发了视频和离婚协议，其他的材料我还没有动。审计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发来了一段语音，声音严肃了许多，不是你举报的。那就是说，还有别人也在搞顾家。苏念，这件事不太对劲。顾家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能这么精准的在同一个时间点同时动手的人，绝对不会是巧合。有人在配合你的节奏，或者说有人在利用你的行动。苏念看着这条消息，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审计说的对，这件事确实不太对劲。他今天发监控视频是临时决定的，如果不是林婉清在群里造谣他原本打算再等几天，等审计那边的财务数据全部到位之后再动手。税务局的行动太快了，快到像是早就准备好了，只是在等一个时机。而他的视频恰好给了那个时机。有人在暗中帮他，或者有人想借他的手除掉顾家。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必须搞清楚。苏念拿起手机，给私家侦探发了一条消息，帮我查一件事。
今天税务局去顾氏集团调账，是谁举报的？我要知道那个人的身份。发完消息，他走进浴室洗了个澡，热水冲在身上，把一天的疲惫和尘埃都冲走了。他闭着眼睛站在花洒下面，脑海里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林婉清在群里造谣，他发视频反击，顾颖琛电话威胁，他摊牌父母的事，回家逼宫离婚，离开公寓。每一步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分毫不差。唯独税务局的突然出现，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个变量让他隐隐有些不安。复仇这种事，最怕的就是不可控的因素。他花了3年时间布局，把每一步都算到了极致，就是不想给顾家任何翻盘的机会。但如果有人在暗中搅局，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关掉水龙头，苏念裹着浴巾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热气氤氲中，他的脸看起来有些模糊，但那双眼睛格外明亮，带着一种破釜沉舟之后的决然和清醒。他想起今天下午在废弃厂房里站着的那个瞬间，想起父亲模糊的面容和母亲身上的洗衣粉味道。25年前那场事故夺走了他的一切，让他从一个有父母疼爱的小女孩变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他在亲戚家辗转长大，看尽了世态炎凉，靠着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一步步读到研究生毕业。他本来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充满父母疼爱的童年，一个不需要背负仇恨的青春，一个不必处心积虑的婚姻。是顾家夺走了这一切，而现在他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不只是公道，还有顾家欠他父母的命。苏念伸手抹去镜子上的雾气，看着镜中自己清晰起来的面容，微微一笑。爸妈，他轻声说，再等我一下。很快了。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闪烁明灭。苏念的小公寓里安静的只剩下冰箱的嗡鸣声。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让自己沉入6年来第一个真正安稳的睡眠。而此刻，城市的另一端，一场针对他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顾长海坐在他那栋老宅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泛黄的文件。书房里没有开大灯，只有桌上一盏老式的绿色台灯亮着，昏黄的光晕映着他满是皱纹的脸，表情阴鸷的可怕。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亲自处理过这种事情了。自从25年前那件事之后，他把顾氏集团交给了儿子，自己退居幕后，过起了半隐退的生活。他以为那些陈年旧事早就被埋进了土里，再也不会有人翻出来。可苏念偏偏把它翻了出来，而且翻得如此彻底，如此不留余地。顾长海拿起桌上的老式座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2声之后，对面接了起来。老顾，对面的声音苍老而谨慎。帮我做件事。顾长海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查一个人。苏念，原名苏小念，苏建国和赵秀兰的女儿。我要知道他这些年所有的经历，所有认识的人，所有做过的事。还有，他背后是谁？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顾，这个节骨眼上，你确定要动他？现在全网都在关注这件事，稍微有个闪失。我没说要动他。顾长海打断了他，我只是要了解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丫头不简单，能在我儿子眼皮子底下潜伏6年而不被发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对面叹了口气，行，我帮你查，但你得答应我，不要轻举妄动。时代变了，不是25年前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什么事都藏不住。顾长海挂断了电话，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的目光落在文件上的一张黑白照片上，照片里是一群工人的合影，站在最前面的2个人，一个是年轻时的他自己，另一个是苏建国。2个人都笑得很灿烂，肩膀搭着肩膀，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顾长海盯着照片里苏建国的脸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把照片翻了过去，扣在桌面上。建国，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愧疚，
又像是怨恨，你女儿比你厉害，可惜她跟你一样站错了队。书房里的老式座钟敲响了午夜12点的钟声，深沉而悠远，在空旷的老宅里回荡。窗外的老槐树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树影在窗帘上摇晃，像一只无声的手在叩击着窗户。这一夜，很多人注定无眠，而苏念睡得格外安稳。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还是4岁的小女孩，坐在父亲的肩膀上，母亲在旁边笑着，阳光很好，世界很大，未来很远。父亲指着远处正在建造的厂房说，小念，那是爸爸建的房子，厉害吧？他拍着手说厉害。然后梦里的画面一转，厂房塌了，漫天的烟尘吞没了一切。他站在废墟前面，4岁的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不停地喊着爸爸妈妈。然后一双温暖的手从身后伸过来，把他抱了起来。他回头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的脸，眉眼温柔而坚定。女人抱着他，轻声说，别怕，以后姑姑照顾你。那是他的姑姑苏秀兰，他父母去世后，是姑姑把他抚养长大的。苏念猛地从梦里醒了过来，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灰蓝色的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狭长的光带。他躺在床上没有动，盯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早上6点12分。手机上有3条未读消息。第一条是审计发来的，凌晨2点，查到了。税务局举报人的身份被加密了，常规渠道查不到。但我托了内部的人帮忙，他们说举报材料是通过一个叫做明远资本的公司递交的。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陆明远，5年前曾经是顾氏集团的战略投资合伙人，后来跟顾长海闹翻了，被踢出了董事会。有意思的是，陆明远还有一个身份，他是你父亲苏建国生前的徒弟，当年在建材厂跟着你爸学电焊的。第二条是私家侦探发来的，凌晨4点，苏小姐，您让我查的市政监控记录有结果了。6年前顾颖琛车祸当晚的监控被人为删除过，但在备份服务器里找到了残留数据。监控画面显示，在车祸发生前半小时，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与货车相对的路口，车牌号已确认，车主是林婉清的母亲。另外，货车司机的银行账户在车祸前3天收到过一笔20万的转账，转账方的账户关联人是林婉清的弟弟林浩。这些证据足够立案侦查了。第3条消息发送时间就在3分钟前，来自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号码，只有简短的2句话，苏小姐，我是陆明远。如果你想知道25年前事故的全部真相，今天下午3点，城西老码头7号仓库，一个人来。苏念盯着这3条消息，瞳孔微微收缩。陆明远，他父亲生前的徒弟，明远资本的法人，5年前被踢出顾氏集团董事会的人，举报顾家税务问题的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量终于浮出了水面，而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陆明远手里掌握的东西比他6年来搜集到的所有证据加起来还要致命。苏念放下手机，从床上坐起来，赤脚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清晨的光线涌入房间，城市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正在苏醒。他看着窗外，目光沉静而锋利。陆明远，他轻轻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藏了这么多年，终于肯现身了。他转身走向衣柜，挑了一套干练的深色套装，对着镜子盘起了长发。镜中的女人眉眼清冷，目光坚定，看不出一丝犹豫和动摇。今天的会面将决定这场复仇的最终走向。而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顾颖琛在一家快捷酒店门口等了整整1夜，终于看到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林婉清。她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妆花得一塌糊涂，显然也是1夜没睡好。看到顾颖琛的瞬间，林婉清愣了一下，随即转身就想往回走。顾颖琛3步并作2步冲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林婉清痛得叫出了声，拼命挣扎，但根本挣不开。6年前的车祸，顾颖琛的声音嘶哑而冰冷，眼底布满血丝，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是你策划的，对不对？林婉清的脸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她张了张嘴，想要辩解，但对上顾颖琛那双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眼睛，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她知道，这一次她骗不了了。而此刻，早晨7点的钟声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敲响。新的一天开始了，复仇的齿轮已经开始全速转动。苏念把离婚协议留在顾颖琛的茶几上，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那座他住了6年的高层公寓。他没有回头。电梯一路下行，镜子里的女人妆容精致，脊背挺直，眼眶微红，但没有泪痕。6年婚姻磨光了他所有的眼泪，从今天起，他不会再为顾颖琛掉一滴眼泪。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路灯把他拉着行李箱的影子拉得很长，夜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吹过来。苏念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5脏6腑都通透了许多。手机震了一下，是审计发来的消息，热搜第4了，顾氏集团明天开盘至少跌5个点。另外，税务局今晚已经去顾氏调账了，效率比我想象的快。苏念回了一条，税务局不是我举报的。审计秒回了3个问号，然后发来一段语音，语气明显严肃了，不是你，那就是有人在配合你的节奏。能这么精准的掐在同一个时间点动手的人，绝对不简单。苏念，你确定你没有盟友？苏念没有回复。他站在路灯下，想起了一个名字，陆明远。他父亲生前的徒弟，明远资本的法人，5年前被顾长海踢出董事会的人。私家侦探给他的资料里提到过这个人，但线索很少，只有一个名字和一家公司的注册信息。他翻出通讯录里一个尘封已久的号码，犹豫了一下，发了一条消息过去。对方几乎是秒回了。而这条回信让苏念瞳孔骤缩，苏小姐，我是陆明远。如果你想知道25年前事故的全部真相，今天下午3点，城西老码头7号仓库。一个人来。苏念盯着屏幕上的这行字，手指微微收紧。陆明远主动联系他了。这个他追查了3年，却始终无法触及核心的人，在他对顾家发起第1轮攻击的当晚，主动现身了。时间点太过精准，精准到让他本能的警觉起来。但他没有犹豫太久，3年布局，等的就是这一刻。不管陆明远是敌是友，他都必须去见一面。他回了一个字，好，然后拦下一辆出租车，报了大学城那套小公寓的地址。公寓不大，一室一厅，50几个平方，是他婚前用全部积蓄买下的，挂在母亲名下，连顾颖琛都不知道。6年来他一直请人定期打扫，冰箱里常年备着水和速冻食品，随时可以入住。冥冥之中，他好像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进了门，他把行李箱推到角落，没有急着收拾。洗过澡之后，裹着浴巾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明灭不定。今晚注定有很多人睡不着，顾颖琛睡不着，林婉清睡不着，顾长海大概也睡不着。但他必须要睡。明天下午的会面，他需要最清醒的头脑和最冷静的判断。躺在床上，苏念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他做到了，一夜无梦，6年来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早上6点，窗外的天光还是灰蓝色的。苏念不紧不慢的洗漱、换衣服，煮了一杯黑咖啡。他选了一套深灰色的套装，剪裁利落，衬得他整个人冷峻而锋利，像一个即将走上战场的战士。出门之前，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公司群昨晚已经解散了，但各种各样的消息还是通过其他渠道涌了进来。社交平台上井号顾氏集团总裁出轨井号的话题经过一夜发酵，热度不但没降，反而又往上窜了2位，冲到了热搜第2。评论区已经变成了大型考古现场，
各路网友把顾氏集团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负面新闻翻了个底朝天，暴力强拆、工程造假、环境污染，每一条都被人截了图，做了时间线，整整齐齐地挂在热评里。苏念大致扫了一遍，发现这些爆料的专业程度远超普通网友的水平。很多数据和合同编号是只有内部人员才能接触到的信息，有些甚至他都没有见过。显然，陆明远的人已经开始动手了。他关掉手机屏幕，拦了一辆出租车。城西老码头，他对司机说。城西老码头是这座城市工业时代的遗迹。上世纪80、90年代，这里是水陆货运的枢纽，码头上仓库林立，吊臂如林，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吨的货物从这里装船卸船。后来随着公路铁路的兴起，水运逐渐没落，老码头也随之废弃，变成了一片荒草丛生的废墟。政府喊了10几年要改造，但每次都因为各种原因搁浅，久而久之就成了城市边缘一块被人遗忘的角落。出租车开了将近1个小时，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厂房，又从厂房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最后，司机把车停在了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尽头，指着前方一片灰扑扑的建筑说：“姑娘，前面开不进去了，就是那儿。”苏念付钱下车，高跟鞋踩在碎石子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和水腥味，远处能听到河水拍打堤岸的声音。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定位，7号仓库在最里面，需要穿过一整片废弃的码头区。他迈步往前走，路两边是锈迹斑斑的集装箱和坍塌了一半的砖墙，地上的裂缝里长出半人高的野草，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像无数只挥舞的手臂。头顶偶尔飞过1、2只水鸟，发出沙哑的鸣叫。走了大约10分钟，7号仓库出现在眼前。那是一栋2层的红砖建筑，外墙上的白色编号已经斑驳的几乎看不清了，铁皮大门虚掩着，留出一条刚好容易人侧身通过的缝隙。苏念站在门口，没有急着进去。他环顾四周，仓库背后是河，左右两侧各有一条窄巷，正对面是一片开阔的堆场，视野很好，如果有人跟踪，在这里一定会暴露。没有人。他伸手推开铁门，侧身走了进去。仓库内部的空旷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整个一层是一个挑高超过10米的巨大空间，头顶的钢梁纵横交错，阳光从天窗的破洞里射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柱，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地面是水泥的，坑坑洼洼，到处散落着腐烂的木箱和生锈的铁链。仓库中央站着一个人，那人背对着门口，身形高大瘦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双手插在口袋里，正抬头看着头顶的天窗。听到脚步声，他没有回头，只是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开来。你跟你父亲长得不像，他比你爱笑。苏念在距离他5米的地方站定。陆明远，他叫出了他的名字。那人终于转过身来，他看起来40岁出头，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五官轮廓很深，眉骨高耸，眼窝凹陷，一双眼睛锐利而沉着。左脸颊上有一道从颧骨延伸到下颌的旧疤痕，像是被什么利器划过，虽然已经淡化了很多，但依然触目惊心。苏小姐，久仰了。陆明远微微颔首，嘴角弯了一下，算不上笑容，更像是一个礼节性的弧度。你比我想象中要年轻，也比我想象中要沉得住气。你比我想象中要老。苏念平静地回了一句。陆明远愣了一下，随即低低地笑了一声，嘴皮子也比你爸厉害，你爸是个闷葫芦，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苏念没有接这个话茬，直截了当地问，你说你知道25年前事故的全部真相？全部是什么意思？全部的意思就是全部。陆明远把手从风衣口袋里抽出来，走到墙边一个旧木箱旁边，掀开箱盖，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顾氏建材厂坍塌事故的真相，你父母的真正死因，
调查报告被篡改的完整过程，所有参与者的名单，以及真正的幕后主使。他把文件袋放在两人之间的一个铁皮桶上，手掌按在上面，目光直视苏念。但在我把这个交给你之前，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苏念没有伸手去拿，只是看着他。你问。第一个问题，陆明远竖起一根手指，你跟顾颖琛结婚6年，到底有没有爱过他？仓库里安静了几秒钟，头顶的天窗外面，一只鸟扑棱着翅膀飞过，影子在地上快速掠过。有过，苏念说。他没有回避陆明远的目光，声音平稳的不带任何情绪。前2年是真的有。他追我的时候很好，好到我以为我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但好是可以装的，他装了2年，装不下去了。第3年他开始晚归，第4年我发现了林婉清的存在，第5年我发现了他父亲跟我父母的关联，第6年，也就是现在，我站在这里。陆明远看着他，似乎在评估他话里的真实性。片刻之后，他点了点头，竖起了第2根手指。第2个问题，你要的到底是什么？是要顾家家破人亡，还是要公道？苏念这次没有马上回答，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明远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才开口。最开始，我只想要公道。我觉得只要把真相公之于众，让该负责的人负责，就足够了。但是，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锋利起来。在我搜集证据的这3年里，我看到了太多东西。顾家在这座城市里为非作歹，不是1年2年了。城东拆迁户的血，南郊化工厂周边村民的病，滨江项目那些偷工减料的危房，受害者不止我父母。如果我只要公道，谁来给那些人公道？陆明远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太快了，看不清是赞许还是别的什么。第3个问题，他竖起了第3根手指，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压迫感。如果我告诉你，你父母的死不是意外，也不只是偷工减料那么简单，你承受得住吗？苏念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他来之前做了很多种预判，关于陆明远可能会说的内容，可能会提出的条件，可能的立场和目的。但这个问题不在他的预判范围之内。不是意外，也不只是偷工减料，那是什么？你说。他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握着包带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陆明远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松开了按在文件袋上的手，把文件袋推到他面前。你先看看这个。苏念接过文件袋，打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东西。最上面是一份泛黄的事故调查报告，跟他之前拿到的版本一样，结论是工人操作不当导致钢结构失稳。他翻到第2页，是一份他没见过的内部调查报告复印件，调查单位是顾氏集团安全生产委员会，日期是事故发生后第3天。这份报告的结论完全不同，钢结构失稳系钢材强度不达标所致。经抽检，现场使用的钢材屈服强度仅为 Q235 级别，远低于设计要求的 Q345B， 建议追究材料采购方及验收方责任。报告底部的签名栏里有3个名字，第一个是材料验收员苏建国，签名后面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已故。第2个是采购主管周海东，签名上打了一个叉。第3个是审批人顾长海，签名字迹潦草而用力，几乎划破了纸面。苏念的目光停在了第2个名字上，周海东。这个名字他很熟悉，他是顾氏集团的元老级人物，跟着顾长海打江山的那批人之一，现在是集团的副董事长，分管财务和投资。在公司里，人人尊称一声周老，是出了名的笑面虎，见谁都是一张笑脸，但谁都知道这人不好惹。周海东负责采购钢材。苏念抬起头，继续往下看。陆明远没有回答。苏念翻到第3页，这是一份银行转账记录，时间是事故发生前1个月。转账方是周海东，收款方是一家叫做宏达钢材贸易的公司，金额是87万5千元。转账备注栏里写着 Q235 差价返还。
差价返还。这4个字像一把冰锥，狠狠地扎进了苏念的心脏。在建筑工程领域，差价返还是一个黑话，指的是采购方和供应商合谋以次充好，采购方按照高标准钢材的价格付款，供应商实际供应低标准钢材，然后把2种钢材之间的差价返还给采购方个人。这是典型的商业贿赂，也是典型的职务侵占。周海东吃了钢材差价的回扣，把本应使用 Q345B 钢材的厂房换成了 Q235 钢材，而 Q235 钢材的屈服强度不足以支撑厂房的钢结构重量，在长期受力后发生了金属疲劳，最终导致了坍塌。他的父亲苏建国作为材料验收员，在验收时发现了钢材不达标，并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质疑。但他的报告被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没有人更换，然后厂房塌了，11条人命没了，而他，唯一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人，被推出来顶了所有的罪。这份内部报告为什么当年没有曝光？苏念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那是极力克制的颤抖。因为周海东把报告截了下来，直接交给了顾长海。顾长海看完之后，把报告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对外宣称只有一份调查报告，就是后来公开的那份，把责任全部推给你父亲的那份。陆明远的声音冷得像一把刀，你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他写的验收报告其实没有被销毁，顾长海留着他是为了控制周海东。这份报告就是周海东的死穴，只要顾长海拿着他，周海东这辈子都得听他的。苏念的手指收紧，纸张边缘被捏出了褶皱。他强迫自己深呼吸，继续往下翻。第4页是一份手写的名单，纸张已经泛黄发脆，钢笔字迹有些褪色，但依然可辨。名单的标题是事故处理相关人员，下面列了10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职务和处理方式：周海东，采购主管，升职调离刘建国，安全员，发放遣散费马文斌，质检员，发放遣散费。处理方式那一栏里，除了苏建国名字后面写着认定为主要责任人之外，其余所有人的处理方式都是升职、调离或遣散。这是一份分赃名单。事故发生后，顾长海不但没有追究真正责任人的责任，反而用升职加薪和遣散费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同时把全部罪责推给了唯一的死人，那个从一开始就试图阻止事故发生的苏建国。苏念翻到了最后一页，这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已经磨损，但画面依然清晰。照片里是3个人，年轻时的顾长海，同样年轻的苏建国，还有一个人，看起来比他们小几岁，眉眼之间有几分熟悉。陆明远，你跟我父亲不只是师徒关系。苏念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他。陆明远脸上的那道疤痕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已经过了塑，保存的比文件袋里那张好得多。你父亲不只是我的师傅，他说，声音低沉而沙哑，他是我的救命恩人。2次。他伸出2根手指。第1次是我19岁那年，我刚到建材厂当学徒，什么都不懂，被几个老工人欺负，故意把我引到一根没有固定好的钢梁下面。是你父亲一把拽开了我，钢梁砸下来，只擦破了我的脸，他指了指自己脸上的疤痕，留下这个。要是他晚拉我1秒，我的脑袋就开花了。第2次，他伸出第2根手指，是事故发生的头1天晚上。你父亲发现了钢材有问题，在报告里写明了所有风险点，他把报告的副本交给了我，让我连夜离开这座城市，去省城找建设厅的人举报。他说，明远，明天我去找顾长海当面说，如果他不肯换钢材，我就直接报警。但我怕万一出了什么事，没人知道真相，你拿着这份报告是我最后的底牌。陆明远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那种失控的发抖，而是一个人努力压抑了25年之后终于绷不住了的那种发抖。我没有走，我觉得你父亲想多了，我觉得顾长海好歹是他的兄弟，不至于把他怎么样。
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看着他走进了顾长海的办公室，然后厂房就塌了。仓库里安静的只剩下远处河水的流动声。11个人，包括你父母在内，全死了。陆明远说，只有我知道真相，只有我手里有那份报告的副本，但我不敢拿出来，因为我怕。顾长海那时候已经很有势力了，我一个19岁的学徒工，拿什么跟他斗？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他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光柱里缓缓升腾，模糊了他的脸。后来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南方。我做生意，赚了钱，又赔了钱，又赚了钱。我用了20年的时间，积攒了足够的力量。5年前，我以战略投资人的身份进入了顾氏集团，我想从内部找到当年事故的证据，把你父母的死翻出来。但顾长海那个老狐狸太精了，他很快就发现了我的意图，用了一个金融手段把我踢出了董事会，还让我赔了将近2个亿。但你拿到了你要的东西。苏念说。陆明远弹了弹烟灰，点了点头，拿到了。不仅仅是事故的真相，还有顾氏集团这20多年来所有的黑料，偷税漏税、商业贿赂、非法拆迁、环境污染、金融欺诈，每一样我都有实证。但是，他看向苏念，目光复杂，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它们曝光，因为这些东西牵扯的人太多了，不只是顾家一家的事。动了顾家，就等于动了这座城市半个官商圈的利益。我一个人扛不住，我需要一个支点，一个能撬动整个局面的支点。那个支点就是我。苏念说。对。陆明远直认不讳，你嫁给顾颖琛的时候，我就在关注你了。老实说，我一开始以为你跟他是一伙的，以为你父亲的死你根本不在意。但后来我发现你也在查，而且查得很深很细，有些线索连我都不知道。3年了，我看着你一点一点的把证据收集齐全，看着你一步一步的接近真相。我知道时机快到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尖碾灭，然后走到苏念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他的个子很高，比他高出将近1个头，但他看他的眼神里没有压迫感，反而有一种奇怪的敬意。昨天你在公司群里发那段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准备好了。他说，所以我让税务局的人同时动手，我把我手上关于财务造假的材料递了上去。这只是第1波，后面还有第2波、第3波，每一波都足以让顾家脱一层皮。苏念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陆明远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你妻子的目的在哪？陆明远的表情僵住了。苏念继续说，你的资料我看过。你的妻子叫何雅文，5年前在你被踢出顾氏集团董事会的那天晚上，死于一场车祸。肇事司机逃逸，至今没有抓到。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车祸发生的地点跟6年前顾颖琛遭遇车祸的地点是同一条路。你不只是在为我父亲报仇，你也是在为你妻子报仇。陆明远脸上的肌肉剧烈的抽搐了一下，那道疤痕在光线下显得格外狰狞。他转过身去，背对着苏念，肩膀微微起伏。过了很久，他才重新开口，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苏念。他说，你说的没错。雅文出事那天晚上，他是去给我送一份文件的，关于顾长海非法转移资产到海外的证据。他死的时候，文件不见了。第2天，顾长海约我见面，把那份文件的复印件扔在我面前，说，小陆，你老婆是个好女人，可惜跟错了人。你也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转过头来，眼眶泛红，但没有泪，所以我忍了5年。这5年里，我一直在等一个能跟我并肩作战的人。苏念把文件袋合上，夹在腋下，然后朝陆明远伸出了手。你不用等了，他说。陆明远低头看着他的手，沉默了2秒，然后伸出手，跟他握在了一起。他的手很大，骨节分明，
不满劳检，跟他的投资人身份完全不匹配，倒更像是一个干了一辈子粗活的技术工人。合作愉快，苏念说。合作愉快，陆明远说。松开手之后，苏念举起文件袋问，这里面提到周海东当年吃的回扣不止一笔，他那家宏达钢材贸易现在还在运营吗？陆明远笑了一声，笑得意味深长，宏达钢材贸易5年前就注销了，但周海东这个人吧，贪心得很。他用他小舅子的名义又开了一家新的建材公司，这几年顾氏集团大部分工程的建材采购都走的是这家公司。你猜这家公司叫什么？叫什么？建兴建材。陆明远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丝冷光。注册地址就在你昨天去过的那个文创园旁边，门牌号是东风路188号。苏念把这个地址记在了心里。东风路188号跟顾氏建材厂旧址只有1墙之隔。周海东把新公司的注册地选在那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刻意的嘲讽。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知道。陆明远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顾长海已经知道我跟你联系了，他的人昨晚开始就在查你，查得很凶。你姑姑那边我已经安排了人守着，应该不会有事，但你自己要小心。顾长海这个人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苏念点了点头，他姑姑苏秀兰今年已经60多岁了，住在城郊的一个老小区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昨天动手之前，他专门给姑姑打了个电话，没有细说，只说了最近可能会有些风波，让他尽量少出门。姑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苏念差点没绷住的话，念儿，你跟你爸一样倔。去吧，姑姑不怕。还有，陆明远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递给他，这里面是顾长海在海外秘密账户的全部资料。他这些年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去的资产，总额不下20个亿。这些钱大部分存在开曼群岛的一家离岸公司名下，实际控制人是他妻子赵美华的弟弟。但你猜猜真正的签字人是谁？苏念接过 U 盘，脑子飞速转动了一下，然后猛地抬头，顾颖琛。就是他。陆明远的嘴角弯起一个冰冷的弧度，你老公？哦不对，你前夫。可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无辜。他接手集团8年，转移资产的每一笔文件都是他签的字。他跟他爸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把所有人都骗了。苏念握紧了 U 盘，金属的棱角硌得他手心生疼。他想起昨天晚上顾颖琛说的那句我爸做的事跟我没关系，想起他说这话时那副委屈巴巴的表情，胃里一阵翻涌。演技真好。好到他差点就信了。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他压下翻涌的情绪，问道。陆明远走到墙边，从木箱里又拿出一个文件夹，摊开在铁皮桶上。里面是一张时间表，密密麻麻地标注了接下来2周的行动计划。第一波是税务，已经在进行了，目标是把顾氏集团的资金链打乱，让他们无法调动大额现金来运作关系网。陆明远指着时间表上的第1条说，第2波是环保，南郊化工厂的非法排污证据我已经整理好了，受害村民的代表律师明天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同时向法院递交集体诉讼状。第3波是工程质量，滨江项目的危房检测报告下周1出炉，只要报告出来，住建局就压不住了。第4波。他用手指点了点时间表上最后一行，那行字被用红笔重重圈了出来。25年前的事故真相，所有证据，包括你手里那些和我手里这些，全部公开。时间定在2周后的今天，正好是建材厂坍塌事故25周年的忌日。苏念看着那张时间表，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2周，再过2周，他父母背了25年的冤屈就能洗清了。压了25年的石头，终于要被掀开了。舆论那边呢？他问。我已经联系了3家全国性媒体的调查记者，他们会在每一个节点同步跟进报道。
社交平台上的话题运营也有专门团队在做，昨天的热搜只是预演。陆明远合上文件夹，认真地看着苏念，但舆论只能造势，不能定案。真正能让顾家倒台的是司法。审计那边联系的那个商业犯罪律师团队，你有把握吗？有。苏念说，审计办事我放心。陆明远点了点头，忽然笑了一下，审计那小子对你有意思，你知道吗？苏念瞥了他一眼，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行，不聊。陆明远举起双手表示投降，但那笑容还挂在嘴角。不过说真的，你身边有个靠谱的律师很重要。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在法律边缘走钢丝，稍微踩偏一点，不但搞不垮顾家，反而会把你自己搭进去。苏念知道他说的对，从他决定动手的那一刻起，他就清楚的知道这条路有多凶险。顾家在这座城市经营了几十年，盘根错节，触角深入每一个角落。他要动的不只是一个顾氏集团，而是一整张利益网。网破了，里面的每一只蜘蛛都会咬人。但他没有退路了。从他把那段视频发到公司群里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退路了。还有一件事，陆明远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微妙。林婉清这个女人，你了解多少？苏念挑了挑眉，该了解的我都了解了。宫外孕手术、假输血、策划车祸，还需要了解什么？车祸的事，你查到什么程度了？货车司机收了林婉清弟弟林浩的20万转账，林婉清母亲的车出现在车祸现场附近，足够立案了。陆明远摇了摇头，不够。你知道林婉清为什么要策划那场车祸吗？苏念皱了皱眉，这个问题他确实没有深想过。他一直以为林婉清的目的很简单，制造一场救命之恩，然后以此为由插足他的婚姻。但仔细想想，这个解释有些牵强。为了接近一个有妇之夫，不惜策划一场可能导致对方死亡的车祸，投入产出比根本不对等。你说为什么？因为林婉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陆明远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看。照片拍的是一份出生证明，纸张很新，但边缘有明显的折叠痕迹，像是被人反复翻看过。苏念接过手机，看清上面的内容之后，瞳孔猛地收缩。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是林婉清，母亲一栏写的是林秀芝，父亲一栏写的是顾长海。林婉清是顾长海的私生女。陆明远的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显得格外清晰，她是顾颖琛同父异母的妹妹。苏念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嗡的一声，所有的线索全部被打散，然后重新组合。林婉清是顾长海的私生女，她是顾颖琛的妹妹，她策划车祸接近顾颖琛，她在公司群里造谣苏念不能生育，等等。如果林婉清是顾颖琛的妹妹，那她跟顾颖琛之间的关系，那些不雅视频里。苏念抬起头，从陆明远的眼神里看到了跟他一样的震惊和恶心。他知道吗？苏念问，声音干涩。林婉清知道。陆明远说，他从小就知道。他母亲林秀芝是顾长海在外的情妇，怀了他之后被顾长海用一笔钱打发了。林秀芝一个人把他养大，对他灌输的全部都是对顾家的恨。他接近顾颖琛，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报仇。苏念喃喃道。对。陆明远点头，他要毁掉顾家，从内部毁掉。他把顾颖琛当成报复顾长海的工具，勾引同父异母的哥哥，破坏他的婚姻，让顾家身败名裂。所以才会策划那场车祸，才会有后来的救命之恩，才会在公司群里公然挑衅你。他不是蠢，他是故意的。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顾家的丑态。苏念沉默了很久，他想起林婉清在群里发的那条消息，顾总每天在公司忙到深夜，回到家连一盏等他的灯都没有，连一声爸爸都听不到。现在回过头去想，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在心疼顾颖琛，而是在一刀一刀的剜他的心。他知道顾颖琛最在意什么，孩子、家庭、传宗接代，
所以他偏偏要当着1000多人的面把这些东西撕碎了给他看。而苏念自己不过是林婉清报复计划里的一颗棋子。林婉清需要一个人来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来放大顾颖琛的丑恶，来吸引公众的注意。苏念恰好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这个认知让苏念后背一阵发凉。他一直以为自己才是这场复仇的主角，没想到在林婉清的剧本里，他只是一个配角。林婉清知道你知道这些吗？苏念问。应该不知道。陆明远说，他的计划到目前为止都是单线进行的，他不知道我在查他，也不知道你在查他。他以为你是真的被蒙在鼓里的傻白甜总裁夫人，昨天你在群里发视频反击，可能完全打乱了他的节奏。苏念回想了一下昨晚林婉清在客厅里的反应，那些眼泪，那些颤抖，那些语无伦次的辩解。当时他以为那是被揭穿之后的惊慌失措，现在想想，也许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真实实的意外。林婉清没有预料到苏念会还手，更没有预料到苏念手里有这么多证据。他本来打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毁掉顾颖琛，结果苏念一出手就来了个王炸，直接把他也炸懵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了2个敌人。苏念说，顾家和林婉清。也可以是一个。陆明远的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如果让顾长海知道，他当年抛弃的私生女，如今勾引了他的亲生儿子，还在一步步地毁掉他毕生心血打下来的江山，你说他会是什么表情？苏念看着陆明远，从这个男人眼底看到了一团幽暗的火。那团火已经烧了25年，从建材厂坍塌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烧，从未熄灭过。你打算怎么做？他问。不是我怎么做的问，是你怎么做。陆明远把问题抛回给他，林婉清是你的情敌，也是你婚姻的破坏者。在所有外人眼里，你有充分的动机去对付他。如果由你来揭开他的身世之谜，公众不会觉得你在帮顾家，只会觉得这是2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升级了。顾家不会领你的情，但林婉清一定会恨你入骨。他会把所有的火力都转向你，从而露出破绽。苏念听明白了，陆明远的计划是让他去跟林婉清正面交锋，而他藏在暗处，收集林婉清和顾家2方面的罪证，最后一网打尽。可以，他说，但我有个条件。你说。林婉清策划车祸的证据，我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差点杀了顾颖琛，虽然顾颖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故意杀人罪是刑事重罪，一旦立案，林婉清和他弟弟都要进去。我要确保这个案子不被压下来。陆明远点了点头，这个你放心。车祸的证据我已经同步备份给了3个独立的律师团队，只要我这边一动手，证据就会同时递交给公安、检察院和媒体，谁也压不住。苏念把 U 盘和文件袋收进包里，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服。会面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得到了最关键的那份内部报告，确认了周海东的罪行，知道了林婉清的真实身份，还收获了一个强力盟友。接下来的路比之前清晰多了。那我先走了。他说，你说的新闻发布会、集体诉讼、检测报告，按计划推进。林婉清那边我来处理。陆明远点了点头，然后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住了他。苏念。他回头，陆明远站在那道光柱里，半张脸被阳光照亮，半张脸隐没在阴影中，表情看不真切。但他的声音很认真，认真到近乎郑重。你爸爸如果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一定会很骄傲。苏念的眼眶猛地一热，他飞快地转过身去，不让陆明远看到他的表情，大步朝门口走去。高跟鞋踩在水泥地面上，每一步都踏得又稳又重。走出7号仓库的那一刻，午后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他抬起手挡住阳光，仰头看着头顶那片被天窗切割成碎片的蓝天，深深地用力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河水的气味，有铁锈的气味，有野草的气味，
还有一丝极淡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桂花香，像极了童年记忆里母亲身上的味道。苏念放下手，从包里掏出手机，屏幕上有10几条未读消息，大部分是沈记发来的，问他陆明远的事谈得怎么样。还有一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他点开一看，瞳孔微缩。消息只有一句话：你以为你赢了？好戏才刚刚开始。今晚8点，市中心大屏见。没有署名，但他知道是谁。林婉清。苏念盯着这行字看了3秒钟，然后把手机收了起来，嘴角微微上扬。林婉清急了，急了就会犯错，犯错就会露出更大的破绽。他倒要看看今晚8点，市中心那块巨大的 LED 屏幕上，林婉清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苏念迈开步子，朝老码头外面走去。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被拉得很长，笔直挺拔，像一把刚刚出鞘的刀。走出老码头区，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刚坐进去，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沈记打来的电话，他接了起来。你终于接电话了。沈记的声音听起来如释重负，又带着明显的焦虑。我打了你7、8个电话，你怎么一个都不接？你知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跟陆明远在一起，老码头那边信号不好。苏念说，什么事？林婉清疯了。沈记的声音急促而压抑，他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公开了他跟顾颖琛的亲密照，配文是6年青春喂了狗，你不仁别怪我不义。照片尺度比昨天那段监控还大，而且……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措辞。而且什么？苏念问。而且照片里顾颖琛的腰上有一个胎记，形状很特别，林婉清专门用红圈标出来了。他还发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顾颖琛腰上这个胎记跟他爸顾长海腰上的一模一样，暗示这对父子共用过一个女人，也就是你。苏念的眉头皱了起来。林婉清这招确实够疯的，他为了把顾家搞臭，不惜把自己也搭进去。那条朋友圈一出来，顾长海、顾颖琛、林婉清、苏念4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彻底变成了一场伦理丑闻，公众的注意力会从顾氏集团的黑料转移到豪门乱伦大戏上，而这恰恰对顾家是最致命的打击。商业上的问题可以用钱和关系摆平，但一旦变成了伦理丑闻，顾家的社会形象就彻底完了。但林婉清不知道的是，她自己是顾长海的私生女。她跟顾颖琛之间的关系比公众想象的要惊悚得多。沈记，你先帮我做2件事。苏念的声音异常冷静。第一，查一下林婉清那条朋友圈的传播路径，看看有没有推手在背后放大。第二，帮我联系一下陆明远发给你邮箱的那些证据里面，有没有一份关于林婉清身世的出生证明？出生证明？沈记愣了一下，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你是说林婉清是？对，顾长海的私生女。苏念说完这句话，明显感觉到电话那头的沈记倒吸了一口凉气。妈的！沈记难得爆了一句粗口，这一家子真够乱的。行，我马上去查。你今晚8点要去市中心吗？林婉清说的那个大屏。去。苏念说，他邀请我了，不去不礼貌。沈记沉默了2秒，然后说，我陪你去。不用。苏念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笑意，笑得很淡，但很笃定，这次让他彻底死心。挂了电话，苏念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风景。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的脸上，明明暗暗的。他从包里拿出那份泛黄的内部调查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看着父亲苏建国的签名。那个签名笔记工整而用力，一笔一画都写得极其认真。他写这个签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事情做好，想把问题反映上去，想保护那些在厂房里工作的工人们的安全。他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他没有做错任何事，错的是那些贪婪的人，而那些贪婪的人很快就要付出代价了。苏念把报告收回包里，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把今晚的行动方案从头到尾推演了一遍。
林婉清要在市中心大屏上搞事情，无非就是那几个套路，放照片，放视频，写小作文。他手里最猛的料就是跟顾颖琛的亲密照，但那些东西昨天已经曝光过了，再放一次不过是炒冷饭。除非他有新的料。苏念猛地睁开眼睛，他想起陆明远说的那句话，他不知道我在查他，也不知道你在查他。他以为你是真的被蒙在鼓里的傻白甜总裁夫人，昨天你在群里发视频反击，可能完全打乱了他的节奏。林婉清确实被打了措手不及，但以他的性格，不会坐以待毙，他会反击。而他手里最大的底牌，就是他是顾长海的私生女这件事。如果他选择在今晚公开这个身份，那局面就真的炸了。但苏念直觉林婉清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一旦公开了这个身份，就等于是承认了自己在跟同父异母的哥哥搞在一起，这对他的杀伤力比对顾家更大。林婉清的目的是毁了顾家，不是毁了自己，所以他今晚会放的应该是别的东西。苏念拿出手机，打开林婉清的朋友圈，那条被审计提到的新动态已经被删了，但截图正在各个群聊里疯狂传播。他放大其中一张照片，仔细看了看，顾颖琛光着上身躺在床上，腰间那个胎记确实非常明显，形状像一弯月牙，位置在腰窝的正中央。他盯着那个胎记看了很久，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一时说不上来。出租车到了大学城，苏念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今天拿到的新证据。陆明远给的那份内部报告是关键中的关键，他直接证明了顾长海在事故发生后有组织的掩盖真相，嫁祸于人。而那份银行转账记录则证明了周海东吃回扣，以次充好，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之一。这两份证据如果同时曝光，顾家连狡辩的余地都没有。苏念把所有的证据按照时间线重新排列，做了一份详细的索引文档，然后分别发送到了3个不同的云端存储，以防万一。做完这一切，已经是下午5点了。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到窗边，看着远处的天际线。夕阳正在下沉，把半边天空烧成了一片浓烈的橘红色，跟昨天一模一样。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审计发来的消息。查到了，林婉清今晚在市中心大屏上要放的是一段录音。录音的具体内容还没拿到，但据说是顾长海跟周海东的私下对话，涉及25年前事故的善后处理。如果录音是真的，那里面很可能会提到你父亲的名字。你打算怎么应对？苏念看着这条消息，瞳孔微微收缩。顾长海跟周海东的私下对话，关于25年前事故的善后处理。这样的录音如果真的存在，那绝对是核弹级别的证据。但问题是，林婉清从哪里拿到这种录音的？除非……苏念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名字，周海东。周海东，顾氏集团副董事长，25年前事故的真正责任人之一。他吃了刚才差价的回扣，导致厂房坍塌，然后被顾长海用那份内部报告控制了整整25年。他是顾长海手里最听话的一条狗，但也是最有动机反咬顾长海一口的人。如果周海东决定背叛顾长海，那他手里一定有足以炸翻整个顾家的猛料。而他跟林婉清之间如果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苏念拿起手机拨通了陆明远的电话。周海东跟林婉清最近有没有接触？他开门见山地问。陆明远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收到消息，周海东上周跟林婉清在郊区的一家私人会所里见过面，密谈了将近3个小时。我正打算告诉你这件事。果然，周海东反水了。他不愿意再做顾长海的狗了，他选择了跟林婉清合作。而林婉清手里的那盘录音带，多半就是周海东提供的。录音的内容你知不知道？苏念问。具体不清楚，但大概率是顾长海跟周海东在事故后的一次私密对话。周海东这个人很谨慎，他当年为了防止顾长海卸磨杀驴，
每次跟顾长海谈敏感话题都会偷偷录音，这些录音带是他最后的护身符，也是顾长海这么多年不敢动他的原因。苏念的手指轻轻敲着窗台，脑子飞速转动。如果录音公开，不管内容是什么，都会对顾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问题是，林婉清会怎么剪辑那段录音？她会不会断章取义？会不会刻意隐藏某些关键信息？更重要的是，如果林婉清公开了录音，警方一定会介入调查。一旦调查启动，林婉清自己的身世也很有可能被挖出来。到那个时候，这场乱局就完全失控了。苏念需要一个计划，一个既能利用林婉清的火力打击顾家，又能在关键时刻控制局面，不让火势蔓延到不可收拾的计划。他看了一眼时钟，下午5点40分，距离晚上8点还有2小时20分钟。够了，陆明远，帮我做一件事。他说，查清楚今晚市中心大屏的运营方是谁，能不能搞定他们？你想在大屏上做手脚？陆明远的声音里多了一丝兴味。不，苏念说，我要在8点整跟他同步播放。他放他的录音，我放我的真相。陆明远沉默了2秒，然后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压抑着兴奋的笑声。苏念，他说，你比你爸狠多了。苏念挂了电话，打开衣柜，挑了一条黑色的连衣裙，剪裁简洁，线条利落，衬得她整个人像一把收鞘的刀，不张扬，但让人不敢靠近。她对着镜子涂上正红色的口红，然后退后半步，审视着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人看起来从容、冷艳、志在必得，跟6年前那个穿着白纱、笑得眉眼弯弯的新娘判若两人。她喜欢现在的自己。晚上7点半，市中心商业广场已经人山人海。林婉清白天在朋友圈预告了今晚8点要在广场大屏上公开真相，经过1天的发酵，这个话题已经冲上了热搜第一。各路媒体、自媒体、吃瓜群众蜂拥而至，把广场围得水泄不通。现场甚至出动了安保人员维持秩序，但人群的情绪明显处于一种亢奋和躁动之中，所有人都在等着8点那个时刻的到来。苏念没有挤到人群中去，他坐在广场对面一家咖啡馆的2楼靠窗位置，视野刚好能覆盖整个广场和大屏。桌上放着一杯没怎么喝的美式咖啡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屏幕上开着3个窗口，一个是广场实时监控画面，一个是大屏的后台控制系统界面，还有一个是他准备好的视频文件。陆明远的人已经搞定了大屏的运营方，今晚的大屏播放权，林婉清以为只有他自己买了，实际上苏念也买了。运营方收了双份的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这2位姑奶奶的恩怨情仇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只管收钱放东西。7点50分，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有人开始举着手机直播，有人举着应援牌，上面写的竟然是苏念加油，也不知道是谁组织的。苏念看到那几个应援牌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7点55分，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陆明远发来的消息，林婉清在对面商场3楼的露台上，一个人。他的手机连着一个蓝牙音箱，看起来是打算在现场同步用音箱播放。他倒是会玩。苏念回了一条。7点58分，广场上的大屏突然按了一下，然后亮起了一个倒计时，2分钟。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尖叫声，所有的手机都举了起来，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大屏。苏念的手指悬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呼吸平稳，心跳不快不慢。7点59分，8点整，大屏亮了，画面上出现了一段泛黄的录像，画面质量很差，明显是用老式 DV 机在暗光环境下偷拍的。镜头对着一张茶桌，茶桌后面坐着2个人，一个是中年时期的顾长海，一个是年轻一些的周海东。2个人的声音透过广场上巨大的音响系统扩散开来，每一个字都清晰可闻。长海哥，事故调查组那边真的能压住吗？
死了11个人，这可是大案啊！周海东的声音，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慌乱。慌什么？顾长海的声音沉稳而冷酷，跟他平时在公众面前那副儒雅商人的形象判若两人。调查组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报告重写，结论改成工人操作不当。事故责任人吗？我看苏建国就挺合适的。可建国哥是我们自家兄弟啊，他还有老婆孩子。周海东的声音发颤。兄弟？顾长海冷笑了一声，谁让他多管闲事，写什么验收报告？他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刚才的事不就过去了？偏偏他要当英雄，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再说了，死人又不会说话，这个锅他不背谁背？广场上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那种安静不是平静，而是一种被巨大震惊击中之后的本能反应。然后像火山爆发一样，愤怒的声浪铺天盖地的炸开了。卧槽，这还是人吗？11条人命啊！说推就推。苏建国是他兄弟，他就这么对兄弟的。而视频还在继续播放。接下来的一段录音里，顾长海的声音再次响起：周海东，你给我记住，从今天起你跟我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份内部调查报告我锁在保险柜里，只要你老老实实替我办事，它就永远不见天日。你要是敢耍花样……录音在这里被一阵刺耳的电流声打断，然后戛然而止。大屏黑了3秒钟，然后林婉清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她穿着一身白衣，素面朝天，眼眶通红，看起来像个楚楚可怜的受害者。各位，她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顾氏集团的真面目，这就是顾长海的所作所为。25年了，11条人命被压了25年。我今天站出来公开这段录音，不是为了博眼球，不是为了炒作，而是为了给死者一个公道。广场上的情绪已经被彻底点燃了，公道2个字此起彼伏的在人群中响起，有人开始喊顾家滚出来，有人喊严惩凶手，场面一度濒临失控。苏念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一下，大屏上的画面突然切换了，林婉清的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清晰扫描的出生证明。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是林婉清，母亲是林秀芝，父亲是顾长海。广场上的喧嚣声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瞬间凝固了。然后大屏上出现了第2份文件，一份亲子鉴定报告。鉴定双方是林婉清和顾长海，鉴定结论一栏里写着，依据 DNA 检测结果，被鉴定人顾长海为被鉴定人林婉清生物学父亲的可能性为 99.9999%。再然后是第3份文件，林婉清与顾颖琛的不雅照片，跟昨天苏念发在群里的那些是同源素材，但这一次照片上加了一行醒目的红色标注，照片中的男性为顾颖琛，系林婉清同父异母的兄长。广场上的人群彻底疯了。如果说刚才那段录音激起的愤怒是一座火山，那现在这些文件引发的震惊就是一颗原子弹。所有人都懵了，原本以为是正妻手撕小三的狗血剧，结果变成了兄妹乱伦的伦理恐怖片。这反转太过炸裂，以至于很多人一时间消化不了，傻愣愣地站在原地，嘴巴张着说不出话来。对面3楼露台上的林婉清也懵了，他手里的蓝牙音箱还在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但他的脸已经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灵魂，僵硬地站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屏上那张出生证明，嘴唇哆嗦着，发出几个模糊的音节。不可能，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我妈从来没说过。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广场震耳欲聋的声浪中，没有人听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屏上，在那些不断滚动播放的证据文件上。有人尖叫，有人咒骂，有人狂笑，有人蹲在地上捂住了脑袋，整个广场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一个人的情绪都在剧烈翻滚。而苏念，他合上笔记本电脑的盖子，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苦，但很提神。
他站起来，把笔记本收进包里，在桌上留了一张钞票，然后转身下楼。高跟鞋踩在咖啡馆的木楼梯上，每一步都不急不缓，节奏稳定，像节拍器一样精准。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广场上的人群已经彻底失控了。安保人员的人墙被冲得摇摇欲坠，有人开始往大屏上扔东西，有人举着手机冲向对面商场，想要堵林婉清。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苏念没有在混乱中多做停留，沿着广场边缘的人行道快步离开，拐进了旁边一条安静的小巷。巷子很窄，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灯光昏暗，跟几步之遥的喧嚣广场形成了两个世界。他走了大约50米，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停住了脚步。路灯下站着一个人，林婉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露台上下来了，大概是趁乱跑出来的。他靠着路灯杆，头发散乱，妆容花得一塌糊涂，白色的连衣裙上不知道蹭到了什么东西，黑一块灰一块的。他的眼神空洞而狂乱，像一只被逼到绝路的困兽。看到苏念的瞬间，林婉清的身体猛地一震，然后他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嘴唇在发抖，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是你，都是你，出生证明是你放的，亲子鉴定也是你放的，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把我逼死吗？苏念在距离他3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你刚才放的录音是周海东给你的。苏念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嘲讽，只是陈述事实。周海东想借你的手搞垮顾长海，所以他把他藏了25年的护身符给了你。但他没有告诉你，顾长海是你的亲生父亲。林婉清的身体晃了晃，像是被人迎面打了一拳。他伸手扶住路灯杆，指甲死死地抠着生锈的铁皮，指节发白。我妈说我爸是个畜生，抛弃了我们母女，不配做人。他从小就跟我说，要我恨他，要我毁了他的一切。林婉清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苏念解释。我以为他只是个负心汉，我以为你以为你只是顾长海抛弃的私生女，所以你恨他，你要报复他。你策划了顾颖琛的车祸，制造了救命之恩的假象，一步一步的接近顾家，破坏顾颖琛的婚姻，搜集顾家的罪证。你觉得你是在为你母亲讨公道？苏念接过他的话，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穿透力。但你没有想过，顾颖琛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林婉清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怎么可能？你现在知道了。苏念打断了他，可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恶心，不是后悔，而是来质问我为什么要公开。林婉清，你知道你最可悲的地方是什么吗？林婉清没有回答，只是死死地盯着他。你最可悲的地方是，你恨了顾长海一辈子，到最后却变成了跟他一模一样的人。苏念往前走了一步，路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笼罩住了林婉清蜷缩的身体。顾长海为了利益可以出卖兄弟，草菅人命，你为了复仇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乱伦。你和他本质上没有区别。林婉清的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的身体顺着路灯杆缓缓滑了下去，瘫坐在地上，像一只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的破布娃娃。那段录音是你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了对的事。苏念低头看着他，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但你做这件事的出发点不是正义，而是仇恨。你只是想把顾家搞垮而已，至于那11条人命到底能不能得到公道，你并不在意。林婉清的肩膀开始剧烈的颤抖，他把脸埋进膝盖里，发出了一种压抑到极致的声音，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呜咽，闷闷的，几乎听不到，但比任何嚎啕大哭都让人心悸。苏念看着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远处广场上的喧嚣声渐渐被警笛声盖过，红色的警灯在建筑物外墙上明明灭灭，
投射到这条昏暗的小巷里，把两个女人的影子拉长又缩短，缩短又拉长。你弟弟林浩，苏念再次开口，声音恢复了一贯的冷静。6年前帮你转账20万给那个货车司机，这笔钱是杀人酬金，故意杀人罪，你和你弟弟都是主犯。我给你3天时间。林婉清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3天之内带你弟弟去自首。苏念说，把车祸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交代清楚，把你手里的所有关于顾家的证据都交给警方。做了这些，你弟弟或许可以争取一个从犯，判得轻一些。你不做，我来做。但等我做的时候，性质就不一样了。林婉清愣愣地看着他，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冲花了脸上最后一层残妆。为什么？他问，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到。我毁了你的婚姻，我差点害死顾颖琛，我在全公司面前羞辱你，你为什么要给我3天？苏念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弯腰放在林婉清面前的地上。那是一张老照片，黑白的，边角已经泛黄磨损。照片里是2个年轻女人，一个抱着婴儿，一个挺着大肚子，站在一棵桂花树下，笑得很灿烂。抱着婴儿的是苏念的母亲赵秀兰，怀里的婴儿是她自己。挺着大肚子的那个女人，眉眼之间跟林婉清有5、6分相似。你母亲林秀芝，苏念指着那个孕妇说，和我母亲赵秀兰在嫁人之前是邻居，也是最好的朋友。这张照片拍于你出生前3个月，后面有你母亲写的一段话。林婉清颤抖着翻过照片，背面是一行娟秀的钢笔字，墨水已经褪成了淡蓝色。给我最爱的秀兰姐和念念小宝贝，愿我们的孩子也能成为好朋友。秀芝，1985年春。林婉清捧着照片，整个人剧烈的颤抖起来，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照片上，砸在那行褪色的字迹上。我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她只说我爸对不起她，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相信。林婉清的声音破碎不堪，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撕裂了。所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母亲也有过温柔的时候，有过好朋友，有过干净明亮的笑容。苏念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小巷里，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你只看到了恨，你母亲用她的恨浇灌了你20多年，把你变成了她的武器。林婉清，你有没有想过，你妈说的畜生，也许应该加上她自己？林婉清浑身一震，猛地抬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本能的愤怒，但很快就被更深的崩溃淹没了。他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但他发现他反驳不了，因为他心里知道苏念说的是对的。这些年来，他母亲林秀芝对他灌输的全部都是恨，恨顾长海，恨顾家，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他从小就被教育要报仇，要夺回属于他们母女的一切，要毁了那个负心汉的一切。他的人生目标从一开始就被设定好了，他没有选择过，甚至没有质疑过。他活成了母亲复仇计划里的一颗棋子，而他浑然不觉。3天，苏念又说了一遍，然后转过身，朝小巷深处走去。苏念，林婉清在身后叫住了他，声音沙哑而急促，你恨我吗？苏念停下脚步，没有回头。恨过，他说，声音平静而坦荡，但现在我只觉得你可怜。高跟鞋的声音渐渐远去，消失在巷子深处。林婉清瘫坐在路灯下，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照片，看着照片上2个年轻女人明媚的笑容，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上面，晕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水渍。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母亲年轻时的样子，那个笑得那么灿烂的女人，跟后来那个每天坐在窗边，眼神空洞，嘴里反复念叨着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的母亲，像是2个完全不同的人。到底是什么把一个女人变成了那样？是顾长海的抛弃，还是他自己选择了活在恨里？林婉清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他慢慢站起来，膝盖上蹭破了一大块皮，渗着血珠子，他浑然不觉。
他扶着路灯杆站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3声之后，对面接了起来，是一个年轻男人懒洋洋的声音：姐，你今晚不是去市中心搞大事了吗？怎么样，炸了没有？林婉清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发出声音。小浩，怎么了姐，你声音怎么这样？明天早上跟我去一趟公安局。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林浩的声音再次响起，所有的懒洋洋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警惕。姐，你说什么？6年前那件事，林婉清的声音在发抖，但她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们去自首。电话里只剩下滋滋的电流声。过了很久，林浩才开口，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奇怪的平静。姐，是不是苏念找你了？林婉清没有回答。林浩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行。明天几点？9点。好，我开车来接你。电话挂断了。林婉清靠着路灯杆，仰头看着头顶那盏昏黄的灯。一只飞蛾正绕着灯泡盘旋，不知疲倦地撞击着玻璃罩，发出细微而固执的声响。他忽然想起苏念说的那句话，你跟顾长海本质上没有区别。也许苏念说的对，也许他真的变成了他最恨的那种人，但至少他还有机会停下来。夜风穿过小巷，吹乱了他散落的长发。远处广场上的警笛声渐渐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旷的回响，像是整座城市都在消化今晚这场巨大的震动。林婉清把那张老照片小心地收进衣服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然后他直起身子，一瘸一拐地朝巷子另一端走去。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单而踉跄，但方向是明确的。而此刻的苏念已经走出了小巷，重新回到了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一个地址。车子缓缓驶入车流，车载收音机里的夜间新闻已经开始播报今晚市中心广场的突发事件。主持人的声音努力保持着职业的冷静，但依然能听出压抑不住的震惊。苏念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听着新闻里那些支离破碎的信息。顾氏集团创始人顾长海被曝光25年前掩盖重大安全事故顾长海私生女身份曝光，涉事女子与顾长海之子顾颖琛系同父异母兄妹，每一条单拎出来都是爆炸性的，而他们全部集中在了同一个晚上。今夜过后，顾家再也站不起来了，而他的复仇也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苏念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夜景，霓虹灯的光影在他的脸上流淌，明灭不定。他的表情平静如水，看不出任何波澜，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25年了，25年了。他终于可以告诉父母，女儿做到了。出租车拐过路口，驶上了一条他再熟悉不过的路。路的尽头是他今晚的终点，顾家老宅。顾长海在那里等他。最后的对决才刚刚开始。车子在夜色中疾驰，车载收音机的新闻播报还在继续。苏念的手机屏幕上，审计发来了一条新消息。顾氏集团股价盘后暴跌37%，三大股东刚刚宣布撤资。顾长海20分钟前从老宅后门出去，被我的人拦回来了，他跑不掉了。苏念回了一个字，好。然后他关掉手机屏幕，看着前方越来越近的顾家老宅大门，嘴角缓缓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顾长海，该算总账了。